那首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这个剧本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呢？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之后，我是被他的一环扣一环，还有这个魏昭这个人物的一些设置啊，包括他的背景，被这些吸引。我看的时候都看着哦，原来是这样，哇！这两个人斗来斗去，然后魏昭的身世，包括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非常想要演绎的。而且这个角色就像刚刚说的，他前后反差非常大嘛，所以你在演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面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在？其实我没觉得魏昭的前后反差非常大，可能在前面魏昭相对来说很多事情在他的计划之内，只不过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僵词，然后稍微打乱了他的一些计划。那后面呢，其实他就属于走一步看一步，不断的寻找解决的方式，其实他们底色是一样的。然后我看大家对你的那个表演里面还有夸赞特别多，就是因为他剧里面其实有戴面具嘛，遮住了半边脸嘛，但是他的那个眼神还是特别好。只要你融入进去，他的背景故事摆在心里之后，然后给别人呈现的那个状态全是伪装，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在伪装的过程中其实很享受，所以自然而然可能就出现了很多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眼神。在两重身份之间切换是如何做到这么自如的呢？其实它没有说太多的一个区别嘛，只不过是随着剧情发展而产生了一些人物上的表演的方式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我还是我，5年前和5年后，我肯定多少有点不一样。5年前后，你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更沉稳了，更明确了，明白了很多的事情该怎么做，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吧。剧中就魏昭跟那个小慈之间有很多那种小学生是那种幼稚行为哦，对，那些是有一些你们的设计吗？我印象中好像撞他那一下是剧本里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我也想到了一些，就比如说逗他的方式。我们在现场试的时候，动动他头，拽一下他的辫子，最后就在现场看哪一个更加的合适。现在还有个词说魏昭是碰瓷专业户，碰瓷啊，有点贴切呢。就是大家都很想让你画一下你心目中的无脸猫。对，我心目中的无脸猫。对对，然后我们同时聊一些那个就是粉丝的提问的趣味问题。等会儿啊，我上第一笔就哎呀，对于画画，我现在发现啊，这真的不是我的一个。没事，你画出来粉丝都喜欢，考验你那个一心做二事。好了，这么快，不能一心做二事。那第一个问题说，这么周正的脸是如何演出偷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正常，就是在观察到别人没观察到我们的时候，还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把这个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嘛。大家现在都说他们是偷感夫妇，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完成的还不错。对，还有粉丝说，就是你演魏昭挖墙脚，感觉如何？挖墙脚，对，就是说那个西哥那个角色在砌墙角，然后你在挖墙角。我没有挖墙角，姜慈要进到那个侯府，侯府那一撇也得靠我，对，没我他都不认识这个人。这个解释很有道理，所以不是我挖墙角，魏昭从来没挖墙角。大家都说萧无暇天天蹲树上的时候，是不是和横店代拍一个视角？哎呦，现在我无意中看到那个远处的一些树丛啊，我以前都会第一反应就是有没有代拍，现在可能就觉得魏昭会在那上面盯着你了。对，大家就说你从横店鹰眼变成了流水代拍，有什么想说的啊？那可能横店鹰眼还是我，流水代拍也是我新起的一个职业啊！我还戴着面具呢，别人不知道谁在拍。天选代拍。那你自己最喜欢剧中哪个名场面？你觉得？名场面哇，其实决斗场那场戏是我拍这部流水迢迢最注重的一场戏，因为那场戏拍成了，它就能建立起别人理解魏昭的那一步。我们经常都会在聊那场戏怎么拍，然后我应该以一个什么装束，用什么特点去展现这是魏昭。然后武术导演也是有非常多的深厚的底子在啊，给我们出了很多的招，所以当时我们确立的就是魏昭就是反着拿刀，这样的话在一个决斗场里你能清楚地认识到那个就是魏昭，然后成为他一个身上打戏的一个特点。 Cool。 这个剧是先杀后爱嘛？那你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小慈的呢？我觉得魏昭对于姜慈的一个改变的转折点就是在舞完剑之后，姜慈有一番跟魏昭的对话，姜慈也是从那一次开始对魏昭
更加了解了，两人可能慢慢的产生了一些大家想看的东西，比如就是可能前10集没有了一些两个人之间互动啊，两个人慢慢过后就是相当于爱上嘛，爱上产生误会，然后就开始吵架，经历了很多事情又要分离嘛，确实有点虐心的。对，就大家现在有个词说任嘉伦出道10年有7部 BE 剧，然后说任嘉伦是不是不虐的剧不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巧合，只是碰巧就是这些本子可能看完了之后比较吸引我。那你觉得流水迢迢的虐心程度在你的作品里面能排第几呢？我觉得还要看观众的感受，因为有的时候我角色的对我的一个虐心程度和大家感受的虐心程度它不是特别一样，就跟以前我经常说《一生一世》我被虐得很惨，但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绝世铁剧，我说好吧。那你自己的视角，你觉得流水迢迢呢？很虐啦，流水迢迢，父母也双亡，然后只有姐姐，姐姐又不在一起，然后我又被丢在一个决斗场里，在决斗场里，如果我不是最后一个存活下来的，我就在那就没了啊！太不容易了这一生。其实我很心疼魏昭，魏昭内心里有太多东西要承受。那和姜慈呢？姜慈有时候误会他也不能，也有很多难言之隐嘛，所以就是哎呀，很难受，就是难受啊。在演这种他这种幼稚那个行为的时候，内心有自持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别人都没发现的时候，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感觉嘛。两个人要碰撞，有一点点节奏对不上，他就成立不了。所以还是兰迪也是很厉害，他能接得住给到我，然后我再回馈给他，这两个人的默契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接下来呢，我来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首先是碰瓷，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呢。故意制造或者是编造一些自己被害的假象，用来欺骗别人，或者是对对方一个敲诈勒索，以此呢来获得一些利益。比如说在一个交通事故当中呢，一个人可能并没有受伤，但是他却表现得很痛苦，以此获得相应的赔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traffic accident scammer，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呢叫挖墙脚，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把墙的下半部分挖掉。那么由于墙缺少了支撑之后呢，自然就会倒塌，这是一种破坏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用英文里面的 sabotage 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挖墙脚来形容其他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一家公司看到一个人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他发现这个人正在为竞争对手的公司服务或者工作，那么呢这家公司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让这个人呢为自己服务，以此来击垮竞争对手。所以这种挖人才的方式呢也被称之为挖墙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poach 这个英文单词呢来形容这种行为。挖墙脚呢还可以表示其他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一个男生看到了一个女生很好看或者是很有魅力，那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这个女生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生为了得到这个女孩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让这个女孩呢和她原来的男朋友分手，这种行为呢也被称之为挖墙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steal someone's partner，或者是 home wrecker 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没有太多难以理解的部分，感谢大家收看。